俄罗斯4大出海口，3个要看别人脸色，最后一个只能用半年。俄罗斯是世界海洋大国，拥有3.76万公里的海岸线和22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，这也为俄罗斯带来了大量港口。俄罗斯的主要出海口分布在波罗的海、黑海、北冰洋和太平洋沿岸，但是都不是完美的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波罗的海出海口。波罗的海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欧洲大陆之间，面积42万平方公里。该海域平均深度为55米，最深处约459米。俄罗斯在该海域的出海口是加里宁格勒与圣彼得堡。加里宁格勒面积约15100平方公里，位于俄罗斯西部，是俄罗斯面积最小的州，其南部是波兰，东北部和东部是立陶宛。该州境内有丰富的琥珀矿、石油、褐煤。尽管能源矿产还算丰富，但是加里宁格勒的发展依赖俄罗斯本土。该州工业生产的90%的原材料和80%的电力都来自本土。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，周边国家基本都加入了北约。该地区是俄罗斯对抗北约的前线，俄罗斯在该地囤积了大量武器，以震慑周边国家。加里宁格勒港是该州的主要港口，这是一个天然良港，全年无需使用破冰船。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和直辖市，面积约1439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539.8万。在世界人口超100万的城市中，圣彼得堡是最靠北的。该市是一座综合性工业城市，是俄罗斯4大工业区之一。这里的机械、造船、电机等产业都十分有名，产值可以占到俄罗斯总体的6%，而且这里还是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总部。圣彼得堡是全俄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，有全国最大的海港圣彼得堡港。该港口的集装箱年吞吐能力为80万标准箱。与加里宁格勒不同，圣彼得堡要进入波罗的海还需要经过芬兰湾。芬兰湾位于波罗的海东部，整体形状狭长，西部入口处偏窄，向东海面逐渐宽阔，其东西长度大约为400公里，最窄处大约70公里，最宽处约130公里。芬兰湾的平均水深在40米左右，西部连同波罗的海的入口处水深最大，可以达到115米。目前，芬兰和瑞典已经正式加入北约，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邻国全部成为北约成员国。2. 黑海出海口。俄罗斯在黑海的出海口是塞瓦斯托波尔。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半岛的港口城市，位于半岛西南端，面积770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43万。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产业是港口、渔业、机械制造和酿酒业等。在克里米亚公投前，这里是乌克兰最大的渔业捕捞、冷藏运输和科研中心。当时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冷藏运输船队都在塞市，占世界冷藏船队的4%。塞瓦斯托波尔是一座不动贸易港渔港，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扎基地。这里是地中海气候，冬季温暖，周边群山环绕，避风条件好。塞瓦斯托波尔位于黑海北部，与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之间有铁路相连，也可经铁路直达莫斯科。黑海是亚欧之间的内陆海，面积约42.4万平方公里，沿岸有多瑙河与第聂伯河等河流注入。黑海北部可以通过克赤海峡与亚速海相连。它与地中海之间的连接通道是黑海海峡，该海峡由3部分组成，即伊斯坦布尔海峡、马尔马拉海峡、达达尼尔海峡。黑海海峡全长375公里，最窄处是伊斯坦布尔海峡，只有700米左右。黑海海峡是进出黑海、进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，两侧是土耳其的亚洲和欧洲部分，因此该海峡目前由土耳其实际控制。3. 太平洋出海口。俄罗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有2个，海参崴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。海参崴位于东北亚地区的阿穆尔半岛最南端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驻扎基地。海参崴人口大约60.5万，面积约331.16平方公里。该地临近日本海，周边分别是乌苏里湾、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。俄罗斯在远东有10几个港口，海参崴面积最大，条件最优越。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极佳的港口，海参崴年货物吞吐量为1000万吨，可以停靠的船舶载重最高达10万吨。主要的运输货物有石油、煤炭、金属、建材、机械、粮食等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俄罗斯堪察蒂亚半岛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堪察加边疆区首府。该市位于太平洋边缘的阿瓦查湾海岸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建于山丘之上，周边被火山包围。苏联时期，这里曾是渔业加工中心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建设早于海参崴，19世纪开始港口建设。
这里纬度较高，每年有大约4个月的风冻期。由于港口位置较为偏远，没有直达的公路和铁路，因此前往这里只能通过飞机和船舶。海参崴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都靠近日韩，也与美国阿拉斯加相隔不远，美军基地也能掌握这里的部分动向。4. 北冰洋出海口。摩尔曼斯克是俄罗斯北冰洋沿岸的天然不动港，是摩尔曼斯克州的首府。它位于科拉半岛东北，临巴伦支海的科拉湾。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，尽管这里位于极圈内，也终年不动。摩尔曼斯克海位于科拉河口东岸，临近巴伦支海科拉湾，是俄罗斯最大的渔港和北方最大的商港。该港口有20多个泊位码头，货物年吞吐量可达1000万吨。摩尔曼斯克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最大的军港之一。二战期间，经此港口运输的军用物资达到400万吨，占美英元苏物资的1/4。尽管这里是不动港，但是摩尔曼斯克有极昼和极夜，每年1个半月的长夜，又有2个月的长昼。